今天这一集来跟你讲一下关于支撑跟压力。这个支撑压力在你进入股票市场或者期货市场一开始，其实它是属于常见的最基本的一个概念，也就是说是最简单的。但是呢，你如果深入理解以后，就会知道其实它是最困难的一个概念。那在这里，今天我会用一个比较正常的说法来跟你解说这些东西。你看到这个视频上面写了都市传说用法，意思指的是就是我们一般在市面上你可以看到的书或者一些网络上文字视频在跟你做的解释。但是你在学习这一些内容之前，首先有一件事你肯定也一定要先知道，就是说这一些你看到这些技术分析的内容，最早期其实它都不是中文，不是中文的意思就是这一些名称名词它是透过英文翻译，也就是说最早在研究股票市场的都不是属于你中国人，都不是啦。这一定要先知道，否则你如果没有这个概念，事实上你会陷入一种很奇怪的一种怪圈里面。这种怪圈就是包含什么？包含你会看到很多名称名词，其实它都是同一个意思，但是你其实不知道，你根本就不知道。那包含你想要去买书来看，或者你想去查询一些资讯，你会造成很大的困扰。这其中的困扰呢，包含你会浪费很多时间。好了，那今天开始呢，我在跟你讲解的时候，我会尽量只跟你讲这个重点就好。有一些心态上的或者其他的，我大概不太会再讲，因为我还是有发现，绝大多数的人其实不太适合这种我们这种讲解的方式，还是比较适合一般传统的这种讲解方法，就是照本宣科。照着书本上，然后找案例给你看，然后也不跟你讲解太多了，就是说这种有所谓对的错的这些疑问，有时候讲多了，有些人也没那个耐性，那太浪费。我去做这个，就是跟你讲解这个视频结果我发现其实一般人其实很难接受，所以尽量折中。首先你要了解这个名称上有所谓支撑线，它指的是如果你的股票在下跌，下跌的过程来到了所谓的支撑线，那么它会受到这个支撑，就不会掉下去才叫支撑。如果你从3楼掉到2楼，继续掉到1楼，那你这个2楼就没有支撑。同理啦，就不会叫支撑。既然叫做支撑线，肯定你就是这个价格，股票价格在下跌的过程，跌到某个程度就不能再跌啊！你要反弹，你就不能跌下去，否则这一条就不叫支撑线。如果上面在这个，我们假设这里是4楼，这里是3楼，那你如果有个东西抛下来，到了4楼，它继续跌，跌到3楼，那请问你，那这个4楼算有支撑吗？当然没有支撑，其实就是这个概念而已。所以一开始很多文字在跟你解释，其实讲半天意思是这样。那你反过来，如果价格在上涨，好了，那你上涨，你涨到4楼，接着涨到上面5楼，再来这里是6楼。如果涨到6楼就转头涨不上去了，那当然这个6楼就是一种压力的概念。那如果5楼算不算压力？因为它已经跑到6楼啊，所以5楼就不算有压力。那当初如果在4楼刚过去的时候，5楼算不算压力？不一定。所以先知道这个一般市场上在跟你讲的支撑线，这里有加一条线，就是指的一条线，
就一个位置而已啦。一条线的意思就是一个价位，比如说你股价假设在49块是一个这个压力，那可能在39块，假设是一个支撑哦，那这个所指的线，它指的只有一个价位，而不是一个区间。这是一开始你要知道的。如果要学习这个的话，就要先知道这个。那再来就是看一下这个图，你如果要去画这个支撑，今天我在跟你讲解这个，我已经换一个心态，因为我没有办法认为有100个人看，然后希望这100个人至少，比如说有一半的人，50个人，可以一开始2句话就把这个给破解掉。基本上我发现是不可能，因为有些人可能他没有任何的学习过的经验，有些人他是已经曾经学过很多。那当然，每个人都希望用最快的速度，但是事实上因人而异，因为这件事情其实很麻烦的那所以我的想法就是很简单，有些人可能没有太多时间，但是你说这个支撑压力可不可以用？当然可以用啊，不然他也不至于活在市面上，书写了几十年，还有人在写。他肯定不是说他完全都有问题，不能用。所以有些人他如果没有什么方法，那你总要，你没有方法，其实有时候风险很高。那你再怎么样不好的方法，或者有缺点的方法，至少它总是一个方法。所以我大概心态会稍微转变一下就是说要考虑到可能100个人有90个人其实他是不太能够真的花时间去研究这些东西。那你干脆不要一下就跟他讲这个错，就不要了，因为你跟他讲错，接下来你要解释，他根本就还没听到你的解释，已经算了，那也帮不到这个人。所以我要告诉你的是说，在市场上在用，你不能说这种方法完全没有可取之处啦，这个也不能这样讲。今天最后会告诉你说它差异在哪里，就是我真正要告诉你的观念跟市场上书上的观念它是有差别的。那差别在哪里？放到后面再来讲，因为现在一讲你也听不懂，肯定听不懂。不管你在这个市场上研究过10年，我现在讲了不是你研究1年了，你研究10年、20年，我现在直接跳到最后一页，跟你讲说，所谓的都市传说的支撑压力，跟我要跟你讲的它差别在哪里？你其实真听不懂，你是真听不懂啦。但是你听不懂，会不会误解成说是我故意去讲一个你不懂的？其实我不会那么做，因为没有必要，我没有那种目的。要做一件事，总会有个目的吧？那我没有那个目的去做这种事，因为没有意义。我们再来看如果说你都不懂，那你要做股票，基本上你不想花太多时间，那至少你打开你这张股票的图，不管你用你的手机，还是你透过什么电脑都可以。你打开这种 K 线图，我们先假设现在我拿出来这个是比特币那我拿只是为了方便，因为它没有这种所谓的周六周日休息时间，只是因为这样，而不是说我有那种心态，想要叫你不要做股票，不要做期货，然后来开户去做比特币。我倒没有这个目的所以不要误解。有些人其实是会误解，只要看到这个案例是比特币，大概第一时间他瞬间就会认为说你这个又要叫人家去开户。所以为什么有时候这个视频你会觉得我讲的很啰嗦，原因就在这里。因为我希望我直接跟你讲清楚，而不是把开户的什么平台放在下面说明的链接，然后我视频也不讲。我也不希望这样啦，因为这个没有太大意义因为毕竟都是大人，又不是小孩。那你要被骗，那也是你的事来，这里要告诉你，你可不可以去画？可以。
那通常怎么画？比如说这一张走势图是一张股票的图，你打开以后，假设它现在就这样，你打开是这样，那通常呢，你要去画这个支撑线，支撑线，你应该去哪里画？就这张图，你当然是目测啦，目测这个只能目测，你目测这张图范围就在这里。那现在这个时间点，如果现在算这个时间点，你不用从这里看，你乍看之下，你是不是可以看到有一个比较明显的，就是当初低点大概在这个地方，大约就可以了。画这个画这个不是说一定要从这个低点这样画。这张图最低在这里，一定要画这里吗？其实不一定，它没有一个说你一定要怎么画，没有。没有规定，所以你也不要矛盾。那原则上是这样，这个没有一个确定的画法，它根本就没有一个标准的画法。既然没有标准，它只能有个大概。那大概就是说，你至少找到2个坡的低点。所谓的坡，如果你不知道这坡是什么意思，不知道的话，那即使就是简单讲，你看到这个股价是不是这样？低点在这里。现在低点是不是在这里？上一次低点大概在这里，再上一次低点大约嘛，我讲的都只是大约。你就去看低的地方，低点的地方就是坡嘛，就是上下的意思。那要画这个呢？你说我画这里可不可以？可以，没有说不可以。所以我只是告诉你说，这个你叫3个人去画。它的所谓支撑可能都不太一样，3个都不一样，300个也不会一样。但是大致上，通常要么就画在这下面，再来就是画在哪里？画在它这个低点来过比较多的重复的那个地方。比如说，假如在这里，当然不会说这个低点都刚好这一次来也在刚好，比如说这个假设是股价30块钱。不会说这一次来刚好30，下次也一定要30，再下一次也要30，没有这个，它可以29.5、30或30.5都可以，反正就附近，就这样。这里也一样。你如果说我要画高一点我要画到这里呢，也有人这样画，也有。也就是说，这种 K 线它有这个所谓上影线，有所谓实体的部分，实体的部分就是指的就是开收盘那一段。有人只画收盘价，有人就画这种高点低点都可以。所以在这里只跟你讲，大约像这张图你画大概就是这2个，这2个呢就等于是当初，现在回头去看，你可以看得出来，当初这个价格在这里走的时候，它没有再跌下去。只要再跌下去，当然你看起来它就不会是支撑，它就是这个概念。那后来它又停在这个平台这里，你画出来这条线就像是一个支撑嘛。后来又涨上去，所以很明显，你去画，你就可以画出它曾经的支撑在这里，还有在这里。这个就是你要先知道要怎么去画。那同样的道理，压力也一样。那压力当然指的是上方。涨不上去就算压力，一旦涨上去，你这个压力这个名称名词就不适用，它就上不去才叫压力，上去就不叫压力。所以我只能跟你讲说，那压力你要去找什么高点你不能一般来讲，你找一个点的高点，除非它是历史的价位的高点，比如说这一年。股价来到最高，后来跌下来，那你去看，当然很明显，一眼看到，当初这个股票这几年涨到最高，如果是100块，后来就没有再上去了，后来可能跌到50，那你回头一看，所有人都看到了，这个是所有人100个人都会看到，都一样，都认为100这个价位就是它的压力，未来股价要再涨上去。第一个遇到就是这个100，这个是所有人都看得见，但是它只有一个价位，
它没有来2次，它也没来3次，它可能1次而已。崩盘就这样，历史上所有的崩盘都是这样，所以你不用去找2次，没有2次。所以你要知道那个也是算一个压力啊，你把它拉出来，那一个价位拉成一条水平线，就是属于压力线。所以压力线，你在崩盘的时候，瞬间崩盘的时候，我讲的是历史上2008年这种什么金融风暴，你去看那个美国股市股票，大概都可以看得出来。那未来它再来，这就是一个压力。但是平常不太容易，平常不太那么夸张啦。我现在讲的是崩盘的时候。好，那你平常要去画，可能你怎么知道它来1次之后，下次来会不会上去？你不知道，你当然不知道啊。那你这个怎么画出来的？现在价格在这里，回头去看，价格已经跌到下面来了，对吧？所以这里已经走完了，行情走完，你自然就能画，你就画得出来。所以这个就压力线，它是一种水平的压力线，就这样水平线。这个先了解就好。那你如果你在交易股票，你就只要知道水平线这个压力支撑怎么画，压力怎么画，这样就可以了。其实到这里你不用再学太多。那当然衍生出来，它只有这个水平线吗？当然不可能哦。你光靠那个水平，那个支撑压力，你就有办法交易股票？当然是不可能啦。好了，那再来这种所谓的支撑压力，它还有什么？它其实很简单就是说，刚刚我们讲前期价格的高点或低点，如果高点曾经在这里，以之前这里来讲，低点这是这一段下跌的一个低点。假如行情还没有看到后面，那么这里就是它的低点它会反弹，表示这里会认为这里是有支撑。就是以图上来讲，这里就是这一段时间的高点，后来它没有再涨上去，它其实是这样走，是不是这样走？所以你在行情走到这里的时候，走到这里，至少你可以确定这上方它是一个压力，因为它价格已经往下跌。那在这个时间点，反过来价格跌到这里，后来你发现它继续又往上涨到这里，那你是不是回头去看，肯定这里就会算是什么支撑？你会认为这个价位低点它是一个支撑，这里是一个压力，这个不会有争议，所以它可能就一个价位而已，它没有来第2次，它只有1次结束就走了，它没有再来1次，所以你找不到2个点相近的2个点去画出一个水平，你画不出来。所以这个也算是一种压力。再来整数的价位关口，比如说股价从80、90这种，甚至于到100，整数自古以来书上就有人跟你讲，整数都是一种重要的这种压力的地方。像这个比特币7万是不是一种压力？在它还没来到7万之前，7万是一个大家可以记得比较容易清楚记忆的一个价格。就好比你的股票如果现在是40块钱，那么50块钱跟45块钱，哪一个是市场上大家比较能够公认的一种压力？就是整数，当然是50，不是45。但是你说来到50，肯定一定会停下来吗？当然不一定。所以他只是在讲一个概念，而不是你要学这个，你不能说那我记住了，那100是一个压力。也许你曾经看过某一档股票，从80来到100，它就刚好99.9停，然后再跌回到90，再来一次100，靠近又没过，结果直接跌到60。你看过，但是不代表下次你当遇到另外一档股票，它会一模一样这样走，不会的。那如果不会，假如未来你看到同样的类似来到100，你就提早把股票给卖光，结果它又继续从100开始涨到200，那你就不要后悔，你不要去回头去说
啊，这种压力，什么整数关口、整数关卡，这种骗人的，根本就不能用，你也不能这样，因为你的认知只到那里，所以你也只能做那个动作。你说他错吗？他没有完全错，只能说你如果无所依据、无所从，你到底来到100要不要卖？那很简单，你要给一个理由嘛。你会想要去卖的理由就是它刚好是你股价的一个整数7万或者100这种整数，提供一个理由给你去卖股票，就这样而已。因为你没有依据，你没有别的东西可以去看。那你说你到底可不可以用？那个已经变成是你用的人的问题。书上写的这个人，他写算错吗？他也没跟你讲错，他确实是一种大众心理的一种整数关卡的价位。再来，这里也讲到费波那回调线。那这个之前也讲过，像这个彩色这里，就是说这个高点，这个低点。那我如果有的人会想研究更深一点，未来如果这个价格反弹，大概到哪里可能是一个比较大的压力？你像这个这个高点跟低点，等它开始反弹，如果你每次都等它这来回这样走完，才能画出一条支撑，有人会觉得这样太慢，所以他总是想要提早所有人一步，这是这个市场很正常的心理。那它这个事后我们来看，它反弹到这条绿色的水平线，接着就没再涨，结果再度跌破它这个低点。那这个绿色的水平线，这里写的是多少？0.5，这里有标示0.5。那这个0.5就是从这个高点跟这个低点，利用你软件去计算，或者说你可以自己用计算机去算。这个区间有多少？这里高点是在这里71988，低点是68485，这个的距离的1/2，一半刚好在这里，就这样。所以这个是叫做惠波那这个系数，它是一种系数啦，就是参数0.5回档就在这里，所以有人会利用这个认为。反弹来到这里，或者我在下方买，只要靠近0.5或者下一条，这个是0.618、0.5，他可能就会把它卖了。就这个依据，他认为这里会有压力，这个也是一种压力，这个也是一种压力。所以基本的支撑压力也就一条水平线，像这个也一样。再来。那支撑压力呢？接下来刚刚讲过了，那个支撑压力如果被突破呢，就会接下来有所谓转化的意思，支撑变成压力，压力变成支撑，支撑线被往下突破之后，支撑线它就不算有支撑了，因为这个支撑你再叫它是支撑线也错。假如原来这里是有一个支撑，你跌破以后，这一条线你又说它是支撑，那也不对。因为你现在价格在下面，上方这个如果是5楼，下面这里如果是4楼，那原本的5楼，你这价格在这里，就像球啦，在这里弹来弹去，它没有掉下去之前，这个你说它是支撑，当然可以。等它又掉下来，那这个你又叫支撑也不对，所以有时候变成这个叫地板啊，在你头上的叫天花板。这个跌下来又反弹，所以这个又变成下一次4楼价格如果反弹回到原本靠近5楼天花板，它会就变成一种压力，所以支撑压力会变，支撑就会变成压力。那同理，你的这个如果本来的压力被突破，往上突破，本来这里是4楼，那一突破转过来，这个4楼又变成地板。所以你想象成这种4楼、5楼地板在那里，天花板穿来穿去，你比较能理解。就不用绕到所谓支撑线、压力线，其实只是那个意思，就会变成类似这样。当然你说这个一定，这个到底像这个画出来之后，好了，反弹以后没有过，再下来，再来又没过，你看起来会觉得，这个原本的支撑变压力，
好像没有什么问题。事实上只能跟你讲，这看你要怎么画。现在行情如果走到这里，你回头去画，你要怎么画？那是你怎么画问题。如果你要画到这个下面，这也是一种画法啊。这里为什么画在这里？其实话讲回来，是故意画的，因为它曾经反弹停在这里，所以从这里往回找一个低点，上方曾经的低点，你把它画起来，这样看起来，比较没有问题。但是你说下方这里呢？这里来了这么多次，之前其实这里就是它的一个短期的支撑，跌破以后再拉回来，其实它还是有爬上去，但是爬上去也没有用。所以你说这个支撑压力，事后去画，你可以画这里，你也可以画这里，那是随你自己的主观意识。你不能说人家画错，有一个人他画的跟你不一样，那你说你这样画是错的，也没这个道理，也没有所谓错跟对，他没有。因为每个人的见解不一样。因为既然它是一幅图，就是像人家抽象画一样啦，就是你要认为毕卡索那个什么抽象画是在画什么？是画一只猴子还是老虎？那随便你哦，那个随便人家看的啦。作者认为可能根本都不是，他是在画一个人，但是你说这个不像人，所以那个没有一个定论。再来，这种均线价格、平均线的价格，它也是属于一种支撑压力的概念。这个均线跌破均线以后再反弹回来，那当然也会认为这种下跌的趋势里面，这种均线也是一种支撑压力的概念。只要在均线以上，在这个上方的时候，就认为跌回均线会有支撑。直到有一天它可能跌破均线以后，未来这个均线是不是变成在你头上就变天花板？你还没跌破以前，这个就像你踩在地板一样的意思，所以均线也是一种支撑压力的概念。都是。再来，延伸到最后，光是一条线也不行。一条线，均线也是一条线，水平线也是一条线。再来就是说，有时候这个延伸到最后，这种就会有所谓价格的形态。价格的形态就是说，它在这里这样绕来绕去，绕到某个程度之后，你去看这些 K 线，可能就会发现，这里就是它的压力，这里就是它曾经的支撑。那它往上突破之后，突破这个支撑，那你可能就会想要去买。没有突破以前，你如果在这个位置来买，你如果在这里买，好像不太好，不容易赚钱。因为这里前方来了3次，它有一个压力，所以你说这个有错吗？这样看它并没有什么错，所以我才讲说，接下来我只会跟你分清楚，如果你要学习这些东西，这个到底是什么概念？那你可不可以用？当然可以用，但是你既然要去用它，你又不想太深入去了解它，那你就不能接下去抱怨，或者要求说你利用这种方式去买或卖，你都不会有所谓的止损问题，你就很容易赚钱。不要有这种想法，不可能，你就不能要求更多，因为你理解就到这个程度，就只能这样。它只是给你去使用，可以解决你某些问题。就是说，一样你要买，事后来看，现在涨到这里，事后来看，你在这里买对不对？对。那为什么？因为曾经这里是他来好几次都没有办法突破的一个压力，一个天花板。那你等某一天它收盘上去，隔天你说我再去买，这样可以，因为相对会比较安全，至少你可以避开。你什么都不懂，你会买在这里，刚好它要跌下去，那你到底要不要止损？那会变成是你的一个问题，或者它还在这个价格里面绕，结果一绕了半年，半年内
你可能没有赚钱，你也不见得赔钱，但是这半年对你来讲可能是一种折磨。这就是唯一能够解决你的困扰的地方，至少可以解决。第一，你不要随便刚好买在近期的一个压力的地方，因为你会容易赔钱。第二，它还没脱离这个区间之前，如果你们不要去买，你没有买，你知道啊，但是你没有买，你至少可以忍耐度过什么？不要在里面跟他忍这个盘整，这就是市面上在讲的一个盘整区间，因为它没有一个明确的方向，所以给它名词叫做在某个高低点、某个天花板跟地板之间，在那里盘，什么时候要涨不知道，甚至于未来可能也不涨，可能会跌。所以你不用提早进去跟他赌注，你不用提早进去，你可以确定它的方向再进去，这个倒是可以，只能就是你要这样做，只有这个概念。啊，你有没有办法说，假如这个股票这里是50块钱，我们假设这里是这里是40，你有没有办法说在这里，然后去研判出来，我在50块这里买股票哦，那这个股票能不能，我希望它涨到100，有没有办法知道？这个倒没办法，这个是真没办法啦。那可能有人会想办法说，我也想要知道，所以他会怎么做？这个范围天花板跟地板可能有10块钱的价差，所以会有人这样去做，就是想说，一旦你突破这个区间，那往上呢，至少你要涨个我区间的2倍，那就是加20块钱，幅度就会变成70。那你说这个有没有它的一个依据呢？事实上没有，没有依据。你要说3倍，就是说这个幅度，哦，你说涨到60，啊，为什么看60？因为这个幅度涨幅就是等同这个盘整高低的幅度。那这一种哦，看多了你就知道，这个是你自己想要这样想，你想要给它2倍、3倍，那是随便你啦，那是你自己给自己的一个理由。那如果说这个股票涨到500呢，这里50，那是不是等于基本上光股价都翻了100，翻了10倍？那翻了10倍，如果以你这个幅度是翻了100倍，当初你在50，你能猜到它能翻100倍吗？根本就没办法。既然你得不到这个答案，那这个就是即使它不能说它错，但是只能说你如果说50块买的，你想60块买，那你又没把握，那你总要一个理由。那个唯一的理由就是说，你一算，曾经这个幅度整理10块钱上下，那我从50我就加你1倍，这个10块的幅度，所以60，你其实只是安慰自己，就这样。那就是一个理由，支持你去看到60的理由。哦，所以这是现实。所以你不要说，如果来到58就没有再上去呢，那也没办法。你会不会说，当初你看到那本书跟你讲这个上去你就加1倍10块，哦，那你就到这里卖。那我意思就是，如果没有到60呢，他就到59，然后又来到59，结果又回到51，你会不会后悔？其实这个就是未来你会遇到的问题。哦，那至于后面是后面的问题啦，这里是这里的问题，这里它唯一能帮你解决的，就是避免你去买在近期的高点啊，这个压力的地方。但是未来它如果往上突破，它又不叫做压力，它又变成支撑，所以你也不能说在这里买，你又觉得在50买太贵了，当初有跌到40，结果我没买，45我也没买，结果你叫我51去买，你能不能买得下手？那就是你的问题。哎，那通常很多人就不愿意啦，他不是不懂这个道理，他不愿意，他想说我还是希望在40这里买。哦，所以我只能告诉你说，一个方法，它能解决的是你某一部分的困扰，你本来不知道的，你利用这个方法，它可以解决你一些
避开一些你不想遇到的事，比如说刚好买在近期的高点，或者在这里盘整3个月，它没有突破以前，你没买，你就不会在里面。最后跟你做一点总结，